今天活少有点闲，来修个设备赚个零花钱。一台小型的磨床，这个东西应该是左右可以走动的，但是现在只朝一个方向走。那就启动一下设备，看看这个按钮，按一下这个按钮，看看往哪个方向走。可以啊。这奇怪了，又不动了，它应该是往右走的，结果不走。侧面有它的控制柜，那就打开控制柜看一下，全是一些继电器、交流接触器。按一下按钮开关，看一下哪个继电器动作。按下向右行驶的键，中间这个亮灯的继电器在亮灯，按停止就熄灭。可以确定中间这个继电器就是。它为什么按下以后亮灯了，它不工作呢？现在电机应该是工作，应该是转的，它为啥不转呢？我很好奇它那头是个什么电机，来看一下。这里有个外罩，我把它掀起来，掀起来一看是一个3相电机，正反转呀，拉着皮带正反转。还得回来看控制电路，这两个继电器一个正转一个反转，那这么小的中间继电器它怎么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呢？从这个线头这一块来看，他们是修过的，过来查过这个电路的。这个小小的继电器是给谁信号让电机正反转呢？交流接触器吗？不是。刚才电机转的时候这些接触器都没闭合，那它这个继电器把信号送哪去了呢？看输出这个信号很接近，这是个什么信号？我好像明白了，看我猜的对不对？打开这个门，变频器，这有变频器。再看这3个信号，那头接的就是那个继电器，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让电机正转和反转。那为啥只有正转没有反转呢？再过去看一下，它是通过继电器吸合来接通变频器正转或反转的信号。刚才明明看到继电器吸合了，难道它的触点上下没有接通吗？在工具箱里找一个线头，把它短接一下看看。试机之前先把皮带拆下来，别跑喽。控制柜这一头短接上下信号，短接上下这2根线，就人为的给它接通。看一下电机转不转。这头这个线头怼上去，看电机转了，线头一拉开就停了，正常。那这样这个故障就好判断了。那是不是这个继电器底座不好呢？接触不良呢？要不干脆给它换掉，直接换新的，免得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情况。那是不是这个继电器不好呢？这个继电器它是换了新的，继电器是好的，还亮灯，但是电机就是不转。它这有新的继电器底座，直接换上新的继电器底座，直接送电开机，按下启动按钮，设备运行起来了，左右开始行走。看一下继电器左右转换正常，电机拉着皮带正反转正常。好了，这样我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个是卫生间的电闸呀？哦，是不是长坏了？敢合吗？合上它没事。合上它没事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情况下它会跳？那个一插用电器就跳。随便插一个用电器我看一下。插一个这它也跳。插个手机充电器也跳吗？对。你看跳了吗？插手机充电器也跳了。现在插着吗？插着的，合不上吧？插着合不上，你拔下来。拔下来肯定插上了。好奇怪呀！热水器也插不上的。热水器现在插上它也跳。嘎一下就跳了。这就跳了。确实很奇怪，
不论插什么电器，一插就跳。以前用电都好好的，突然就这个样了，那就跳了。是不是这个闸有问题啊？闸可以啊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就这2天。零线漏电呢？它零线是漏电的。还有什么电器吗？没有。零线与零线是漏电的。测的零线漏电，再测一下短不短路。先从1档调零，调完零以后，再测量地线与零线之间短路。短路就是零线与地线碰在一起了。这个火线没问题，火线既不漏电也不短路。当然怀疑电闸有问题，电闸漏电不会。应该说零线和地线碰在了一起。下面我得找一下这一路的地线是哪一根，这根就是。把这个地线从地线牌上拆下来，拆下地线，测量零线与地线100到头，打到乘1档看一下零线和地线，管里边这3根线，零线与地线100到头，短路的。再看一下与接地牌，达到测漏电的档位，测量零线与地线100到头，还是漏电很严重，打到乘1档，零线与地线牌不短路，零线对地是漏电的，火线没问题。零线漏电，那么那个地线呢？地线与地线就是漏电的。地线与大地呢？这个地线与地线牌不短路。这样反复的测量，基本上可以确定原因。也就是说，最终的测量结果是零线和地线是通的，碰在了一起，而且零线、地线对地都是漏电的。浴霸走卫生间吗？浴霸没走卫生间。浴霸在这上面，走的。这是改的吗？我估计这是改的。这个应该是原装的。我把这个打开。这从哪接过来的？这个线啊，应该是我也不知道从哪个接过来的。这个上面有个插座，从上面插座接下来的。这个从上面插座接下来这一个。先打开这个看看吧。这是从上面走的，这是往左右走的。这拆开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个是通的。拆开这一路以后，这俩之间是通的，短路的。是他的吗？就是他，通的。打开这个插座看一下。
这插座也是通的，这插座也是通的，也就是说接头下来以后从这是过来的，过来以后往上走了，这是过来的。你说有问题的地方还在这边。这个热水器的嫌疑很大的这块儿，没卡住呀，没卡住。但是我得上去也看不见，正好在热水器卡到那个位置了，上面有个插座。对，上面有个插座。这插座引上来的。插座引下来的，插座如果是原装的插座，它是下来以后又走一路上这来了，这样和地线是通的。那得把这个热水器拆下来呀，得拆下来。拆热水器，不拆热水器你这活干不了。没别的插座了，就这一个了。对，就这一个插座。就这一个，如果是原装的更好了，如果是后来改的那就完了，那就还不好找。这个插座是原装的。原装的吗？上面就是你没装修房子之前都在吗？对。啊，那一会儿打开它。打开，你要不打开今天得打热水器拆下来上。这个是后来改的吗？这是后来改的对吧？这个应该是。对，原先这个上边那个插座是应该原有的。那我先打开这个看一下。先得打开这个看一下。打开这个好。那个总比拆热水器好。如果是它的话，就不用拆热水器了。这个可能性很小。可能性很小，很小也得拆一下，也得拆热水器那个轻省。没有，没问题吧？看，再打开这个插座看一下，是不是螺丝挤到零线和地线了呢？都没有，整个卫生间的插座接的插座都很好。那就拆掉热水器，在热水器里边有一个插座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说拆下热水器就能找到问题。但是那个位置可能性很大。它这是弄螺丝。行，放水吧。看到了啊，上面有一个插座接头，这有一个接线盒，但是我打开这个接线盒里边就3根线，接到了下边这个插座，走的明线，没发现接头，所以它下边马桶下边的插座不知道从哪接过来的，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大好搞了，接头全被瓷砖给贴实了，找不到原装插座。我怀疑它是打到线了。测零线与热水器的挂钩，看是不是通的。打到线了，这个螺丝打到线了，打到零线了。你给我怼着这个。对这个零线，这个那就好了。地线还是接地的，地线还是接地的，因为那一块这个地线还是和墙体是搭在一起的，地线，但是零线已经好了，所以说那一块还得取下来，取下来以后往里打胶，打玻璃胶。感觉邻居在砸墙。快了，那算了。我去拿胶枪打胶。这里给你弄热水器的过来，给你处理这热水器接管啥的，行吧？好，我不干了，我能给你找到毛病已经很厉害了。好了，现在再测一下这个地线。
好，底线也没问题，打零线打蓝线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角磨机一嘎，角磨机把头一嘎往里打玻璃胶打满，这个就没问题。然后挂热水器怎么挂呀？挂热水器，这些往上，往上也不行，这个线它可能是这样走的。它要不是这样走的，它这样走它没有道理啊，它为什么要这样走？所以说横着你也别打，竖着你也别打，斜着打，热水器往下挂。要么往上挂，我把这个吊顶吹了。往上挂也挂一点，多挂不了。往上挂啥也看不见，这上面看不见有水管是吗？这水管啊。现在就是上面来的这个大管子吧。上面是水管，上面啥也没有，所以说你啥也看不见。啥也看不见。那这里边看不见。往里打胶，嘎断以后往里打胶，那个热水器重新找地方挂。叫热水器售后过来给你重新挂就行了。然后重新挂完以后接管，用角磨机嘎。打密封胶一点事没有，往里打多打，灌满了，这样电路就没问题。好了，恢复完所有电路，合闸送电。再擦一下，擦一下后边这个电器，没问题。它这个电路故障就是打膨胀螺丝的时候打到线了。我就拽出来这么多，剩下的让安热水器的给处理吧。它这个还在保修期内，我就不给它装了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